所有你的一切，全部眉目有你的轮廓，小心如何能让你更记得我，听你呼唤我也足够。全天下现在只有我懂你说什么，因为我比谁都关心。全天下现在只有我在你的左右，那么近却还是不懂。好想牵着你这一秒钟，这个路口，好想透露有100字这么多。也许在你眼中很笨拙，也许是我做的还不够多。好想再靠近，证明留给我的线索，这样牵你慢慢的飘在空气之中。两颗心爱上并非偶然，或许不必去揭开真相，就藏着答案。教授，你是不是早就记住我的名字了，只是不肯告诉我？是不是因为讨厌我，或者是因为就算我赢了，你也不愿意承认，对不对？输赢倒在其次，我更关心的是你的目的。说吧，你来找我有什么居心？您是要听简单的还是复杂的？随便。复杂的呢，就是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想要待在你身边，近距离的观察你。那简单的呢？简单的就是因为现在的种种原因，我很需要你。你都这么没心没肺跟别人表白的吗？我看你还是说实话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算了，反正你都要被开除了，实话与否已经无所谓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我考核通过了就可以继续待在你身边吗？就当我反悔。我从来不跟居心叵测的人做交易。我哪里居心叵测了？先是公园遇到你，然后你又出现在了教室，还成了我的助教洗了全系职员的脑，又害我被泼了一身，还说要观察我，不算居心叵测吗？洗脑是被你逼的，泼水又不是我故意的。再说了，公园里是金毛主动的，又不是我主动的，我怎么知道呀？一天天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爷爷。啊，爷爷，爷爷好。爷爷，请喝水。他叫我爷爷。不是跟您说不要来学校找我吗？哎，你在学校都搞师生恋了，我还能不来啊？爷爷，不是师生恋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姑娘，哎，爷爷都明白啊，但是学生还是要以学业为主，不能让社会人给耽误了前程，知道吧？嗯，爷爷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是我的身份证，论年纪已经是正经社会人了。爷爷，请过目。呀，24了，那是应该毕业了。诶，还是金牛座，跟我们家小新还挺般配。他是那摩羯。啊，对，摩羯。哎，来，哎，我给你们合个星盘看看，哎，测测姻缘。爷爷，您今天到底来干什么的呀？我给你安排了个相亲的局。我不去。你要是有女朋友了，我可以同意你不去。那您就当我有女朋友了吧？谁呀？是她？她是你女朋友？那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对呀，
啊，我叫什么名字呀，哈尼？你总不会不知道自己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吧？快说啊！新年，休戚相关的戚，岁岁年年的年。天哪，你终于叫我名字！喂，爷爷，就是您看到了这样，虽然她看上去不太靠谱，但确实是我女朋友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她让给别人的，我会对季老师负责到底的。负责到底，哎呦，好有魄力的小姑娘啊！好，相亲的事儿暂时就不提了啊。你们俩只要谈1天对象，爷爷我就消停1天。什么时候你们要不谈了，爷爷我再来搞事啊！加油！身为女朋友，你平时跟李月会做什么呀？很普通啊，就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、开车。不是，你俩都没有驾照呢，怎么去兜风呀？坐公交车呀。我听说下午5点20乘坐520号公交车就可以100%的告白成功。不是，你俩都谈了这么久了，现在才告白呀？你问这么多干嘛呀？反正我们玩的项目不太适合你们这种初学者。这种事儿哪有分什么初学者和老司机啊？关键要看你男朋友是什么类型。类型？哎呀，比如说大类呢，就分猫系和犬系2种，细分领域有傲娇型、腹黑型、霸道型、温柔型。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攻略方法和道具。不是，这些你们都谈过呀？当然了，他们都在我的电脑里。你能说点现实的吗？说到现实，我最有经验了。其实男生对女朋友就那么几点要求：1. 喂饱她；2. 别查她微信；3. 别干扰她打游戏。当然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。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跟她。季总。喂，李月，跟他什么？车库的设计，重做。啊，是。话说一半。哎，我也不清楚。不管了，实际操作。这什么？跟踪狂日记还是花式受虐大全啊？有那么夸张吗？你自己看，季延信在你的画面里不是后脑勺就是大侧脸，你成天生活在他的视角余光里，你不憋屈吗？不发糖，你让读者怎么代入？更别说星座赛那群挑剔的评委了。他周围1米都是高寒区，我没被冻死就好了，怎么发糖啊？甜头是要自己找的呀。你现在不是他女朋友吗？拿到了女主剧本，你就好好利用啊。那女主剧本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呀？和男主谈恋爱啊。除了谈恋爱的，难道就没有其他副本吗？感情你是把季延信当 BOSS 打了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我不管，你给我从最基本的学起。明天下午少女漫童话会活动，你给我去参加。这种活动经常参加。你参加的都是什么推理、科幻、军事论坛，这样能学到少女心就有鬼了。我会安排几个大大给你做采访，你给我去好好学学什么叫少女漫女主的自觉。为什么喜欢少女漫画？因为还是少女啊，是吗？
女人无论到了多大年纪，只要还有少女心，就永远是青春期。说得好，不愧是我们少女漫的大大，一句话就说到了重点。20年的漫龄可不是盖的。20年，也就是说，人生2/3都花在少女漫上了。接下来，就是赶紧升个同号了。来来，拍照素材够不够？这边全是画风美型。赶快培养起来，咱们也好扩列一下漫友群。你喜欢8头身还是 Q 版？那个，其实我是想问，少女漫的主题应该只有爱情吧？为什么可以吸引你们到这种地步啊？这个嘛，因为人生需要梦想啊。即使在现实里没有遇到，但至少在另一个空间，这样的爱情存在着，不也是很好吗？不过啊，你这话可千万别被 K 酱听到。对，那家伙听到肯定会当场爆炸。他可是把少女漫当成人生指南的。K 酱，就是和你们一起的同人画手，他有名吗？何止有名，论产粮的速度和质量，他在同人圈都是独一份，是名副其实的太太。太太就是比大大厉害了一点。说到少女漫，没有那家伙不知道的。他就是太低调了，但凡在公开场合露个面啊，早就出圈了。唉，明明刷脸就能办成的事，偏偏要去靠实力，真是自讨苦吃。那位太太今天来了吗？喏，她不是已经在你身后了吗？您的甜品已经准备好了，请问什么时候用餐 ？K 酱，台词说得很溜哦。K 酱，太太，你找我？怎么能直呼你呢？人家可是客人。哦，主人，请问有何吩咐？啊，这是他的工作啦，在这里消费期间，他就是我们的管家，你只管吩咐他就好了。真的？我先来。管家大人，你喜欢山还是喜欢海？海。喜欢猫还是喜欢狗？狗。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妈妈。哎。日常调戏成功，这种当都会上，果然是我们 K 酱。哎呦，不行了！你们，我旷工不干了。哎，正式介绍一下 ，K 酱，我们同人社的主画手。关于少女漫有什么不懂的，都可以问他哦。K 酱，你真的是男孩子吗？不然呢？我们 K 酱这么可爱，当然是男孩子喽。那你为什么会画少女漫？什么意思啊？男孩子就不能喜欢少女漫了吗？我告你性别歧视啊！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说实话，其实我也在画少女漫，但我有一点不懂的是，少女漫画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你既然不明白，为什么还要勉强自己喜欢啊？喂 ，K 酱，你说话太直接了。因为我必须要画漫画。哦，为了钱，为了谋生是吧？那你还真是选择了一份糟糕的职业。K 酱，过分了哦。本来就是啊，赚钱的方式千万，为什么非要跟少女漫画过不去啊？人家就不能是真的喜欢吗？喜欢就不会问人理由了，这又不是可以感同身受的事情。你听好了，我从小学开始就很喜欢少女漫，不管家里多么反对，甚至离家出走，我也没有放弃过成为一个漫画家。但是你也看到了，即使我这么努力，我还摸不到这个职业的边。可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放开手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呢？你有被少女漫画感动过吗？如果没有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因为一个没有少女心的作者，对读者来说就是一个灾难。没有天赋就别勉强了。K 酱，你说的对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了。哎，我是不是有点说的太过了？
你还知道啊？你最好祈祷那个女孩够坚强。如果她因此退圈，你就罪过了。我一提起漫画就上头，那个，你们有没有这个女孩联系方式啊？你这个卫生间比卧室还大，是要当澡堂吗？这个楼梯的角度是要上天？以为标新立异就能吸引眼球？天赋是零，努力为辅，这样还想创新？回去重做。看什么看？赶紧来收拾。你有被少女漫画感动过吗？如果没有，劝你还是放弃吧，因为一个没有少女心的作者，对读者来说就是一个灾难。没有天赋就别勉强。天赋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说什么呢？没有天赋的努力就真的没有意义吗？这世界上只为天才准备礼物吗？正是因为没有天赋，才更要努力。可是你刚刚不都说了？那是因为他们跳过基础步骤，妄想一步登天。这世上或许会有天才，但笑到最后一定是努力的人。很多人的创新都是从模仿开始的。没有天赋，学就好了。还好剩最后一个。好巧啊！巧啊，能不能让给我？这是臭豆腐口味的，你要是想要泡面，这一整篮都是你的。我喜欢臭豆腐口味的。怪味区已经无人问津很久了，这附近除了我，没人碰过这一篮。我是最近才搬到这附近的，怪味区出的每一款我都吃过，今天我就要吃这一碗。哎，巧了，今天我也想吃这一碗。放手！你放手！放手！你先松手！你就不能当做是偶尔的一次高抬贵手，把这碗让给我吗？那天采访。再见，不对，是再也不见。彼此彼此。哎，我回家走这条路。别看我，我回家也走这条路。我往这边走了。我也往这边走的。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啊？废话，这是我家。这是我家。哎，你一个大男的，房间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玩偶？这袜子不是男士的吗？我买来了，我觉得不错，然后商家没换，所以我就留下来穿了。我喜欢玩偶怎么了？男生就不能喜欢玩偶吗？
还以为我的室友会是一个贤惠的萌妹子，我还以为我的室友会是一个干练的 IT 男。我煮面去。哎呀呀！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我也可以搬出去，不过可能得等到下个月我发工资，因为房租定金交过以后，我也没剩什么钱了，可能吃饭的钱也不够了。我就说你怎么要买泡面，原来咱俩是同病相怜啊！过了这个月，我下个月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。喜欢煮面还是拌面？煮面。喜欢全料还是一半？当然全放进去了。哎，这个话怎么这么熟啊？管家大人，你喜欢山还是喜欢海？海。喜欢猫还是喜欢狗？狗。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妈妈。哎。啊，想起来了。不过要破这个梗，怎么破都是会被套路的。是吗？但是我找到破这个梗的方法了。怎么破？你再问一次。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我喜欢你。你看答不上来了吧？完美破解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在说什么？对，你先别说话，说了尴尬。人间美味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青年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对了，我想到一个主意，皮匠，你可以不用搬出去了。什么？先吃面再说。你说的好主意就是让我帮你点评漫画。对啊，你是大名鼎鼎的 K 酱，论起少女漫画读者，谁还比你资深呀？所以我希望你以读者的角度给我一丢丢小小的建议，求你了。不要，我感觉这是个坑，而且太麻烦了，还不如搬出去来的方便。哎，你别，求你了，就这一次，你就看看好不好？就看在吃了我半碗面的份上啊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哎呀，你看一下吧，我求你了啊！你这个不太像少女漫啊，更像是观察类，细节太写实，反而没什么趣味。你看出来了？不会真的有原型吧？我画的是我朋友的故事。看来你对恋爱还真的没有什么想象力。行吧，你笔下的男主呢，按设定是一个禁欲系冰山型。少女漫画里，冷漠都是假象。闷骚最后都是明骚，前面的所有虐都是为了后面的发糖，所以男主不主动叫女主主动，追他撩他。我说这么多，你听懂了吗？到底要怎么做？少女漫的创作方法呢有2种，第一种经验派，很显然你没这个积累，所以你只能选择第2种，投入式体验。怎么投入？这还用说？就让自己沉入剧情，真情实感的追男主，把自己沉入剧情。对，
故事是假的，但感情是真的。只有你发自内心的喜欢男主，才能写出好的桥段，不然人设再怎么好看，都是干干巴巴的纸片人，不会有读者投入感情的。具体要怎么做啊？假设你就是故事里的女主，爱上了一位外表冷酷的男生。为了能让王子看到你的美，你开始精心打扮，挑选最美的衣服，画上精致的妆容，频繁地出现在王子面前。因为穿了不习惯的鞋子，让你不慎摔倒，终于引起了王子的注意。如果他再无视，女主就要更进一步，向他热情告白，然后观察他的反应。我喜欢你，你说过了，我要当你的女朋友，已经是了。我要是那种真心相爱、能给我爱的感觉的那种。眼神太腻，离我远一点。裙子给我换了。为什么呀？不都是说裙子是男人的浪漫吗？而且这个长度刚好可以露出绝对领域，是绝对的萌点。不信我转圈给你看。站好。你不喜欢吗？废话。可我喜欢你，全天下第一喜欢。你给我适可而止。为什么呀？眼睛闭上，想一想你最喜欢的东西，想到什么了？炸鸡。那我现在要去图书馆，你是陪我去，还是要去买炸鸡呢？看来我在你心里地位还比不上炸鸡。我对炸鸡的爱天地可见，所以对……既然你的喜欢不是第一，就不要随便说出口。K 香教的办法怎么没有用啊？难道是我的梗不够猛？那我要放大招了。K 酱清瘦少女漫画浪漫桥段，达成3个及其以上的成就，就没有女主拿不下的男主。第一招，刻意靠近，指的是男生把女生逼到墙边，单手靠在墙壁上，发出咚的一声，让女生完全无处可逃，羞涩不已，大大增加表白的成功率。痛啊！出去了，痛！教授，我想拿一下上面这本书，可是我有点够不着，你能帮我拿一下吗？第2招，后方拿书。女生因身高不够，踮起脚，却无论如何够不到高处的东西。这时候男生出现在她身后，一抬手，两人手指微微一碰，暧昧的空气自然流淌。第3招，公主抱啊呸，根本不可能，季言信根本就没把我当女朋友看。要是男方一点回应都没有，投入法也不奏效啊。这几本书拿去给沈教授。知道了，教授。等一下。教授又有什么吩咐呀？张嘴。啊？回去的路上自己去食堂买炸鸡。不。季言信这是把我当鸡毛了吧？你就是青年啊。同学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是季教授的上一任助教，我是上上任，我是上上上任，我们都是季教授的助教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助教聚会分享备考的经验，对不对？我聚会你个头啊！我们今天是要来找你算账的，你才来多久啊？凭什么当助教啊？
我干了2天就被开了。我才1天就被开了。啊，是的，教授他脾气不好，所以你们也多包容一点，不要生气。哼，我们怎么会生他的气？我们气的是你。我警告你，立刻离开季教授，否则我们对你不客气。啊，不客气啊？啊，好吧，来吧。哎，看见没？有女生被围了，就在食堂后边。女生间的争风吃醋吧？那个带头的好像是季教授以前的助教。电铃呀！不是你，我又没说我们要跟你打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打呀，多没意思啊！那你们有话快说吧，不然的话，我的炸鸡还得趁热吃呢。你拽什么呀拽？我告诉你，你有什么好的？季教授有让你做过30多遍 PPT 吗？而且每一遍还不重样的。把学生做的模型通通砸了，再让助教来打扫。读研从来都是动兵结构，绝不给留名字，而且会给你布置一大堆作业，搞得你生不如死。就是啊，出口啊就能把人贬得一文不值，各种习惯龟毛到爆。那你们喜欢他什么呀？到底？虽然吧，他这个人性格不好，但作为男神，颜值还是够高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人还是有优点和魅力的。哎，听说他家里给他安排相亲，季教授一直没有同意，可见男神啊，至今单身。啊，不能。听说他有个前女友，长得特别漂亮。实锤吗？听学姐说的，廖宝珍。前任很漂亮。可不是嘛，他爷爷逼婚逼得那么紧，到处给他相亲什么的，那肯定就是想让他忘掉前女友啊。教授是有多喜欢那个前任，才为他守身如玉啊？那个女友粉呢，我是做不了了，是做不下去。不过这个是什么呀？既言信后援团专有勋章，只有正式会员才有的。哇，你们都有啊？那当然了，我们还做过季教授的周边呢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等等，来帮我拿一下。哎，干什么呀？给你们看个东西啊！噔噔噔噔！哇，太可爱了吧！好漂亮！我拍张照，我要拍张照。哎，要是这个能印成周边的话，那在学校里喊，肯定有很多人想要啊。真的假的？那不是赚翻了？那当然是真的。首先呢，你这个画工是没得说，就算是你脱粉了，也可以利用周边好好的赚一笔。要不我们加个微信号？来，我送你。来，不会扫。来。等会儿啊，7年。脱粉之后卖周边。季教授，教授好。教授好。长能耐了。没。等一下。去哪儿啊？教授，你可不可以当我当场去世了呀？不能。教授，你生气了？哎呀，我不是混粉圈的，我只是一时嘴快说卖周边的。不重要，今天的事情忙完了，回去吧。好。炸鸡吃完了？我都给他们分了，而且我自己也不喜欢吃，也没什么胃口。为什么？不是第一喜欢吗？我对炸鸡脱粉了，听到前女友就一点胃口都没有了。小孩子的喜欢，果然靠不住。我不是小孩子。堂哥，你回来啦？哦，正好你也在啊。堂哥，你知道吗？你身旁的这个助教他是假的，他根本就不是明大的学生，他是个骗子。
界不会有别人的身影，可是你填满了所有空隙。为你打开了心，被你占据，爱不只有喜欢，也充满焦急。我很贪心，恋爱是出乎意外的奇迹，越算计越不能躲避，命运请为我揭晓谜底，让这份爱坠下一击。控制理智无法控制身心，从触点